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领导带我去接应客户的酒局，要求我跪舔客户，不需要任何尊严。他一脸不屑：“你这种身份的穷逼，最适合当舔狗。别管对方是男是女，舔好了少不了你的好处。”我低头默默翻看着客户的信息。成思集团，这不是我家的企业吗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到酒店餐厅的时候，客户还没到，主管陈生指着菜单上的一瓶新出产的拉菲红酒开始吹牛，身边还围着几个不谙世事的实习生。光这瓶酒就够你们2至3个月的工资了，可见这次客户有多重要。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，伺候好他们，部门这个月的奖金就都有了。几个实习生立马上前拍着陈生的马屁：“陈主管真是厉害，这么好的酒都喝过。”可不咋地，主管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经常打高端局。就是，我们组长说了，这次派我来就是来长见识的。陈生一脸骄傲自满。如果人类有尾巴，我想此刻他已经摇成螺旋桨了。但其实真正高端局的人是不会点这个酒的。这个酒就是牌子打得好，但是口感一般，入口涩，回味苦。主管，这个酒能不能换成百菲酒？它俩价格差不多，但是博菲酒的口感和质感都更上一层。我好心提醒，结果换来陈生的一脸不屑：“你懂什么？上流人喝的是口感吗？是品味。”几个实习生立马接上：“谢哥，你不懂就还是别说话了。主管经常出入这种场合，肯定比咱懂得多。是的，咱还是少说话比较好。陈主管让咱干啥，咱就干啥。对，跟着陈主管准没错。可是我哥不爱喝这个酒啊。要是这次老爸是派我哥来洽谈，我哥看到这种酒，估计能立马甩脸子走人。”话没说完就被陈生打断：“好了，小谢，你也是公司老人了，但是业绩一直平平，还没找到自己的问题吗？”我一脸懵：“什么问题？问题难道不在你身上吗？怎么还有脸来问我？哼，没长进！你今天就好好跟在我身边学学怎么伺候客户，服务客户。客户的需求就是我们目标，客户的感受我们要花10分的精力去感受。都听清楚没？”几个实习生连连回答：“懂了，清楚了。”只有我皱着眉，看不惯他这种嘴脸，整天不想着如何提升产品价值和竞争力，只想着如何巴结讨好客户，不断压榨自己的员工。尤其是你小谢，你一会儿就跟在我身边替我挡酒，我让你喝你就喝，今天就是喝到吐血，都要把客户给我陪好，知道吗？我压了下嘴角，没有正面回应。我去趟厕所，快速从厕所回来，手刚准备推门，就听见包间内大声的嘲笑：“谢清化那个土老帽，他懂酒吗？他就敢对我指手画脚，可不是吗？他怎么可能有陈主管的知识储备量？这都是长期在高端酒桌上耳濡目染的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说的就是谢哥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有点得意忘形了。说不定昨晚回去百度恶补了下，今天就拿出来显摆了，结果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哈哈哈！紧接着一阵笑声，把这场群嘲推向了高潮。我好心提醒，是为了合同更加顺利的推进，谁知人家并不领情。既如此，那我也没必要再给他们留情面了。我推门而入，聊什么？这么高兴？没聊什么，就是看看菜单。谢哥，今晚我们可要饱口福了。实习生小贾冲出来打着圆场：“我也听说了，这家店的菜不错，是吧？那我今晚可要多吃点。”
下一次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机会。对，就是酒不太行，所以我刚去前台重点了一瓶博菲酒。什么？啪的一声，桌子上的碗筷都颤了几下。谁让你自作主张把酒换掉的？陈生一时激动，声音都高了8度，唾沫星子都喷了半张桌子。我嫌弃地把面前的碗筷往旁边移了移。嗨，陈主管别激动，我这是有备无患，万一客户不喜欢，咱还有备选项 Plan B。 什么几把破烂 B 破烂 A 的？谢清话，我看你是不想干了。今晚的合同要是有什么差错，你明天就可以卷铺盖走人，我不想继续争辩。行行行，那这瓶酒就当我自费，不从公司账上走，这种行了吧？你5万块彩礼都拿不出来的穷逼，还想在我面前充大款。眼见陈生公开讥讽我，实习生们也开始帮腔。谢哥，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，你家里什么情况？大伙都知道，实在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。是啊，谢哥，赶紧给陈主管道个歉，然后把酒退了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听着他们的讥讽，我淡淡一笑，一瓶酒我还是掏得起的。不是我说，谢哥，您这儿女朋友都跟人跑了，还搁着充脸面呢。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对话，请进。服务员应声进入。您好，您点的博菲酒给您送上来。我们不要这酒，退掉退掉。陈生挥动的手臂，一脸鄙夷。先生，这酒是送您的。谢先生是我们酒店的顶级会员，按规则这酒可以免费送您。我一瞬不瞬地盯着陈生的脸，眼瞅着他的嘴巴慢慢变成 O 型。啥？我没听错吧？他是不是说谢哥是他们酒店的顶级 VIP？ 好像是。他说这瓶酒是送咱们的。我去，谢哥这隐藏富二代，不可能吧？那他怎么5万彩礼都拿不出来？媳妇都跟人跑了还？嗨，陈生清了清嗓子，既然是送的，就放着吧，你退下吧。服务员礼貌鞠躬退出包房，可他关门瞬间的那一弯白眼还是被我捕捉到了。谢哥，没想到你还是他家的顶级 VIP 啊！哎呦我去，这要消费多少才能成为顶级 VIP 啊？是啊，谢哥，没想到你这么有钱啊！几个实习生立马从陈生的座位上离开，围在我身边。肉眼可见，陈生的脸色又黑了几度。嗨，没啥，过年我哥给我的一张卡，他说是他年会中奖得的，他不要就丢给我了。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酒店，就拿来试试。呵，我就说穷狗就是穷狗，这 VIP 卡1年也就送这一次。然后吃饭打9折，我也有，没什么了不起。陈生冷哼一声，转动着筷子，轻蔑地看着我。我不想继续这无谓的显摆，随口应和：对，陈主管说的对，我这卡没什么了不起，也不能变现，没啥用。这次的重点还是能顺利把合同拿下。我刚跟我哥的助理通了电话，这次的合同有好几个项目经理共同参与，但最终的拍板决定人还是我哥。我特意让助理告诉我哥和项目经理他们，为了竞争的公平性，不要暴露我的身份。3个月前，警察找到我，经过 DNA 比对，已经确认了我的亲生父母，让我去公安局相认。当时的我正顶着烈日在公司楼下蹲守客户，为了这一个几千块的单子，我已经蹲守了足足1个星期了。没办法，我当时的女朋友一定要5万彩礼才肯订婚。我俩从大学一直谈到毕业，我实在不想因为这5万彩礼就放弃这段感情。但我养父母家实在太贫困，能供我上大学都属不容易。虽然他们有错，
但也确实养了我20多年。也是他们看到我为了5万块彩礼没日没夜的工作，于心不忍，这才告诉我，我其实是他们买来的孩子。知道消息后，我立马去了公安局做了基因备份，期望有一天能找到我亲生父母。谁成想签到25年及其千万家产，我竟然是首富丢失25年的二儿子。100天的时候，我在门口摇床里晒太阳，母亲去厨房端个饭的功夫，我就被人贩子抱走了。这一丢就是25年，好在父母从来没放弃寻找我。认亲当天，我们激动相拥，漏接了女友电话，因此被分手。听说分手后，前女友火速相亲到了一个有点钱的包工头，然后在好友圈里大肆炫耀，传到我同事耳里，成了我穷逼的证据。认亲后，我请了3个月的假，回家认祖归宗，顺便继承家产。父母早已提前替我买好了房子和车子，只等我改名换姓后即可生效。突然的报复让我原本就开朗的性格更加阳光活泼。我本来是决定回避式辞职，好好享受生活。但当我得知父亲准备收购我所在的优盛公司时，我改变了想法，当上优盛的 CEO 控股人，常委收益不是能更好地享受生活？毕竟总公司以后肯定是要给哥哥的，我并不奢求。张总真是恭候多时。随着房门的打开，陈生大辣辣的嗓音直接打断我的思绪。小谢，快给各位老板看茶倒水。陈生扭头语气不满地指挥着我，我也不恼，一杯杯茶水递到各位项目经理手上，结果他们面面相觑，无人敢接。毕竟谁敢接集团董事长二公子的茶呀？在陈生疑惑的目光里，我把茶塞进张晨的手里，并耳语道：张叔就把我当优胜的普通员工就好，不用紧张。哎，好，谢总说他有个电话会议，等会再上来。没事，说不定咱们一会儿就谈完了，不用我哥再上来了。后面的闲谈都很顺利，但张晨他们几个都对优胜的质量保持怀疑态度。毕竟在这次的合作竞争方里，优胜的名气是最小的，本应在质量上下很功夫的。但陈生却建议公司领导应该把精力放在公关上，这就导致大公司对优胜的质量和售后非常犹豫。张总，您放100个心，您看我们的员工喝酒一点都不含糊，都是实在人。那产品的品质也是一样的，实在人干实在活，做实在的产品。啥都不说了，小谢，再给张总敬一个。都在酒里，先不慌，先把我的酒换一下。我喝不惯拉菲的酒，那个博菲的酒更合我的口味。张晨话落，我立马给他换了新的酒杯，装上百菲酒。陈生看到我的举动，气得牙根都在使劲，但面上还是保持笑意。对，给张总换上，不知道您喜欢什么口味？我特意点了2款。张晨看了他一眼，抿了口酒。那您这眼光差距还挺大，这款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。瞧您这话，为了您，他就是皇帝喝的酒，我也得给您找来不是？张晨连连点头。陈主管真大方，那服务员再来1瓶吧。好的，您稍等。陈生立马回头对我耳语：你那个什么 VIP 卡还能再免费1瓶吗？我摊了摊手，表示无可奈何。陈生咬了咬牙，算了，我个人掏腰包，只要能谈下这笔单子，1瓶酒能有多贵？我点点头，是没有多贵，也就28万。酒过半巡，纵使张晨他们都在极力劝阻我过度饮酒，但架不住陈生是我顶头上司，拼命灌我酒来泄愤。陈主管，
我看今天就到这吧，合同还是得在公司谈。头脑清醒的时候谈最不容易犯错。张晨率先开口，准备结束饭局。不行不行，必须得吃好喝好。小谢，给张总倒酒。此时的我已经走不了直线，摇摇晃晃端着酒杯，洒了张晨一身。谢清化，你个废物，你怎么办事的？还不快给张总舔干净！舔不干净，你就等着明天卷铺盖滚蛋！陈生一巴掌扇得我眼冒金星，顺着墙就坐在了地上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这衣服明天干洗下就行了。陈主管何必对员工动手？张晨想来从地上扶我，却被陈生拦住。张总不必在意，他就是一条穷狗，连5万块彩礼都掏不出来。谈了5年的媳妇跟人跑了，他连屁都不敢放。原来陈主管这么喜欢八卦下属的私生活。一道陌生的男声响起，我也被人从地上捞起，眯眯着眼睛看了看。我哥不知道啥时候上来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和张总之间说话，有你插嘴的份？嗨嗨！张晨拉了下陈生，这是我们总经理，谢总。陈生一拍脑门，连声哎呀，谢总，您瞧我狗眼。不用说了，今天就到这吧。这个小兄弟醉得不轻，我送去医院。陈主管就把账结一下吧。好，谢总放心，我一会儿就去结账。清化就麻烦谢总了，后面的事情都是小贾之后告诉我的。那一顿饭吃了小30万，可公款只能报销1万，剩下的29万都要陈生自费。陈生哭嚎着要告酒店胡乱标价，结果直接被酒店的人报了警，在警局让他背了一整晚的菜单价格。听说付款的时候，陈生像割了肉一样疼，实在赖不掉，他又出了损招，让包括我在内的我们公司所有参加饭局的人都出钱。大家我反手把他的话截图发在公司大群，并且附上了酒店的视频，里面清楚的可以听到是陈生为了冲脸面私自做主，又加了一瓶好酒，再加上陈生每次应酬的报销费用都是最高的。财务部一个个去酒店核实后发现，很多发票并不是对应的酒店开具的。最后陈生又补了几万块的公款，降级副主管，这事才算了结。他也因此彻底恨上了我，之前可能只是看不起不喜欢，现在是实打实的眼中钉肉中刺了。他现在唯一的胜算就是成思集团这个单子，只要能拿下这个单子，给公司带来年入100万的收益，他能越过主管，直接晋升副总监。这也是他能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下还能坚守岗位，积极维护客户的原因。这天一大早，刚打完卡，屁股还没坐热，陈生就来我位上敲打我。小谢，一会儿顾总监开会，你也一起去听一下，是关乎我们能否在公司继续干下去的会。好，我其实早有耳闻，陈生和总监顾喝是表亲，按辈分陈生该喊顾喝一声舅，这是公司的老人都知道，要不陈生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私吞报销款。我只是想不明白，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赶我离开公司。大会结束后，顾喝单独留下了我和陈生。小谢啊，我听你们主管说你不太服从公司的指令啊。其实开公司就跟打仗是一样，将在外，服从指挥，听指令，这是一个军人必备的素养，也是我们公司推崇的企业文化。你这不服从指挥的性格，公司可留不了你啊。听着顾喝的风言风语，我真想一口老痰吐他脸上。什么公司的指令？明明就是陈生的指令，按他的意思，我那天就应该把张晨从衬衫到皮鞋都舔一遍，才叫服从指令。所以顾总监的意思是
因为我没把客户的衣服鞋子舔干净，就要开除我是吗？开除一个每个月给公司带来几十万业绩的员工？哎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在你主管面前充大款，忽悠着你主管多掏了几十万去吃一顿饭，你这明显就不跟公司一条心啊！我心里发笑，原来还是这件事。他们是想我能把这20来万给陈生补上，然后留我一份工作。可我1年工资满打满算才10万不到，还要补贴有慢性疾病的养父母，不然我怎么可能连5万的彩礼都拿不出？当然了，让你帮你主管补贴亏空也是不现实，毕竟你的工资我们心里都有数。但是那天送你去医院的谢总，如果他能拍板跟我们合作，那我们不光不会开除你，还要给你升职加薪来留住你这个人才。你是觉得谢总会听我的话？我发出疑惑。顾喝端起杯子抿了一口，那天这么多人都喝醉了，他偏偏只送你去医院，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说明什么问题？听说谢总不近女色，这么多年身边都没个女伴，说不定他喜欢男色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大爷肯定喜欢和你贴贴。我抡圆了手臂，准备给他来一圈，清清他脑子里面的水，结果被陈生给抱住了。谢清化，你想干什么？敢在公司里撒野？我撒野？你怎么不说他说的不是人话？为什么只送我去医院？因为我轻度酒精过敏，过量饮酒不吐不呕，但是会休克，这是公司谁不知道？同事聚餐，他们从不劝酒，量力而行。我抓着桌子，涨红着脸，想给这畜生来上一拳，却无意中瞥见了桌上摊开的计划书，脑子飞快旋转，我放下了拳头。帮你们，我有什么好处？听到这话，顾喝脸上立马露出鄙夷，他此刻肯定认定我是一个会为了钱无原则底线的人。给你升职加薪还不算好处？我摇了摇头，指着桌上的计划书回扣，我要2成。从顾喝办公室出来后，我终于知道公司每年投入大量资金，为什么产品质量依旧垃圾的原因。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。一个企业的衰败，首先从内部开始，一旦外部稍有阻力，就会全面崩塌。我想那时应该就是最好的收购时机。跟顾喝谈判完后，我火速给张晨打了个电话，让他联系陈生，并表示综合来看，跟优胜合作的可能性很大，先给希望，有了甜头才会有盼头，希望越大，失望也就会越大。为了更好地推进合作，我特意找顾喝要了跟工厂对接的权限。普通职工是没有参观工厂的资格的，只有中层以上的领导才有去工厂的特权。理由是为了保障核心产品的机密不外泄。但我真实走了一趟才发现，他们应该是怕这里面的勾当被外人知道泄露出去。去成思集团签合同的那天，我特意打了一个最亮眼的领带结，合同签得很顺利，顺利到顾喝和陈生只看了眼首付款和尾款的金额，具体的赔偿条款那是一条都没看，只顾着拍张晨的马屁。张总，您放心，我们的嘴那是出了名的严，咱们这礼物您一定得收下。顾喝说的就把一提沉沉的茶叶塞进张晨的办公桌下。顾总客气了，新品发布的时候可一定要请我们去看呐，要办得隆重，宣传到位，尤其是新品的创新和品质，您只管放心。如果办砸了，我直接把小谢押给你们做免费劳力，不限期限，随意拉踩别人，出卖员工的利益，甚至根本不把员工当人看，是顾喝一贯的作风。我没抬头，依旧在翻看合同，身子却不露痕迹地往他俩身边移了移。
清华这种人才，你们会舍得给？张晨大笑着提点顾喝，结果对方并未听懂，连音量都没减小。舍得？像他这样穷鬼员工，我们那么多的是，只要给钱，他们冲谁都摇尾巴。不过悄悄跟您说，不用给钱，偶尔给点小奖励，口头上的夸奖，就能把他拴得牢实。顾喝还在洋洋得意于自己的管理之道，没注意到张晨的脸色已经变了几轮了。呵，是吗？顾总真是好手段。小谢，你现在工资多少？张晨突然 Q 我，放在桌下的拳头松了几分。4500。你们顾总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，我给你10倍的工资，你来我这上班怎么样？多少？10倍。陈生立马尖叫着站起身。张总，您开这个价，不如来挖我。我这几年的管理经验，谈客户的经验，在优胜那都是数一数二的。你这4万万的工资，挖他一个土老帽，真不如挖我，一定物超所值。陈生，你还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？顾喝一声怒斥。陈生立即低下头，噤了声：嗨，顾总，我都是开玩笑的，没想到你们陈主管竟然还当了真。再说了，这个招人啊，就跟审美一样，我就看小谢顺眼。顾喝听了张晨的话，抬手就给了陈生一巴掌，给我滚出去。我在心里暗自叫爽，悄悄给张晨竖起大拇指，让张总看笑话了。小谢这种人才，我知道下个月就准备给他升职加薪了，那顾总可要抓紧点。人才嘛，大家都抢着要。顾喝嘴上说着那是自然，但周身散发着冷意，厚重眼镜片下的那双鹰眼不时地朝我投来阴狠的目光。我也不惧，反正合同都签完了，一回到公司我就找顾喝兑现他给我的承诺。顾总，这合同也签，我的那2成回扣什么时候给我？什么回扣？公司严令禁止业务员吃回扣，你不知道吗？顾总，您这就没意思了。要不是您答应我，除了提成外再给我2成回扣，我能这么费心劳力的去蹲守讨好程思的谢总吗？我这1个星期都瘦了5、6斤，什么提成？这不是陈生谈下来的单子吗？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？还有回扣？我要是在公司再听到你说这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事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好好好，玩我是吧？姓顾的，你别后悔。我一时气急，唾沫呛了嗓子，吼完这句就不断咳嗽起来。谁知见我硬气起来，顾喝又软了下来，端了杯水放在我面前。年轻人，不要总是这么冲动，这种大单子你把控不住的，公司领导也不会相信是你能谈下这种大单子。我这是为你好，树大招风这种事你应该知道的吧？为我好，好，我就算你是为我好，那提成我不要了，答应我的回扣给我，这总可以吧？我满脸通红，手指紧握杯子，因过度用力而指节发白。顾喝从头到尾扫描了我一遍，淡淡开口：2成给不到，后面还要开发布会、宣传、公关、广告，处处都要钱，那能给多少？顶多1成。我思忖片刻，好，什么时候能拿到钱？现在，但是你必须严格保密，并且跟进这个项目直至结束。不过你收了钱后，我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，谅你也不敢乱说。我重重地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收到转账后，我依旧气愤，甩脸子走出办公室，躲在楼梯间的角落里，慢慢取出领带里的视频录音器。今天真是收获颇丰啊！很快就到了新品发布会的那天，凌晨5点，我就被陈生的电话吵醒。小谢，你怎么还在睡？会场都布置好了吗？光拿钱不办事是吧？大哥，发布会在下午，
我的语气染上了怒气。凌晨是睡得最沉的时刻，无论谁被吵醒都会不爽。你还有脾气了？今天的发布会有半点差池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不等陈生说完，我就掐断了通话。今天的发布会要是没有差池，我才真是兜着走。既然被吵醒，我索性不睡了，领着我提前约好的记者去了一趟工厂，把工厂真假2条生产线拍了个清清楚楚，一条产出质量品，一条产伪劣品，然后真假商品混卖。如果有客户投诉，就立马更换质量品；如果没有，就以次充好，赚取差价。这种事肯定不是顾贺他们总监级别的人能做决定的事，从根上就已经烂了。等我领着记者赶到发布会现场时，宣讲已经开始。顾贺在台上激情澎湃地发着言，把所有功劳都往自己身上揽。知道的这是新品发布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顾贺的个人表扬会呢。终于轮到记者发言的时间了。沈彻一马当先提出质疑，听说程思最看重产品质量，如果质量有问题，程思会数十倍的追还赔偿。不知道顾总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是否有信心？我不知道这位记者为什么会提出这个疑问。优胜的产品在整个 B 市都是数一数二的，从来没有过任何负面的报道。我对我们家的产品有绝对的自信。顾贺话落瞬间，大屏幕上突然出现工厂的视频，里面可以清晰地看到2条生产线并行的情况，以及我精准的解说。现场立马爆了，无数闪光灯对准了顾贺，还有很多企业老板掏出手机录下视频。顾贺脸上立马呈现慌乱的神情，拼命朝我招手。谢清化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顾总，我不知道啊，这发布会不是您亲自盯着的吗？好，我不管谁搞的鬼，你上去把锅给我顶了，听到没？没了这份工作，你母亲下个月的医药费都没着落吧？你自己掂量清楚。我面露难色，犹豫之后咬咬牙，好吧。我一步3回头的走上宣讲台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这就是优胜真实的工厂，他们真假混卖，鱼目混珠，为了赚钱不择手段。而更可怕的远远不止这些。下面这段录音是优胜的总监私自行贿程思的经理，以赚取回扣。还有这段是他为了秘密不外泄对我的一系列打压和嘲讽。谢清化，顾贺撸着袖子就往台上走，却被保安拦住。你给老子闭嘴！该闭嘴的是你，顾贺。优胜就是毁在你们这些老鼠屎上。如果不是你们这些年吃回扣、贪污公款，公司怎么会因为现金流不足而搞出2条生产线的情况？放屁！你懂个屁！顾总监说的对，我是不懂，不过我相信警察会懂，国家的审计团队也肯定会懂。我一挥手，张晨就带着警察走进会场，事实证据全部摆在眼前，没给顾贺和陈生任何辩解的机会。在他们被带走之后，我宣布代表程思收购优胜。我呸！说这种大话也不怕闪着舌头，就你还代表程思？你怎么不说你是程思老总的儿子？顾贺骂骂咧咧对着我喷粪。你还真说对了。张晨拍了拍顾贺的肩膀，清化他真的是我们老谢总的亲儿子。什么？你糊弄谁呢？张晨，就算你喜欢他，你也不能随便给他按个首付爹妈吧？张晨说的没错，清化却是我丢失了25年刚寻回的亲弟弟。谢清池慢悠悠从后台走上台，这么多年，我们全家从来没放弃过寻找清化。当年他白天就被坏人抱走，
使我们全家短时间内遭受了巨大的痛苦。还好上天待我们不薄，终是寻回了清化，而且他还聪明、善良、勇敢，所以我跟父亲商量过了，把优胜收购送给清化，希望优胜能在清化的带领下走得更远更好。谢清池一席话毕，台下掌声轰鸣，有羡慕我运气的，有动容我们兄弟情的，还有嫉妒的。这种好事为啥轮不到自己头上？但只有顾呵和陈生是一脸吃了狗屎的表情，嘴巴张得能放下3个鸡蛋，满脸便秘样。顾呵和陈生经过调查，不止我所提供的那些罪证，还有税上面的问题，但是这些都是补齐罚款就能摆平的事情。为了不让他从监狱出来，我冻结了他俩的全部公司账户和银行卡，却没想到狗急跳墙，差点把我自己给搭进去。前女友林默来应聘我助理的时候，我属实有点惊讶，因为在我的认知里，人还是要脸的吧，尤其是女孩子。她之前那么对我，怎么还有脸来我手下工作？每天朝夕相对，不觉得尴尬吗？可她上来就给我丢了个炸弹，逼得我不得不把岗位给他。他把我们相识相恋所有的照片做成视频发布在网络上，一面表达着自己的深情，一面诉说着自己的不容易，以及全都是为了我好的旗号。他说自己跟我提分手，是因为我父母都有慢性病，负担太重，而他弟弟也患病了，手续费需要5万。那5万彩礼其实是他想向我预支的救命钱，他也知道我没钱，所以他提出了暂时分手，等把弟弟救回，就来跟我重归于好。没想到弟弟刚好，还没等他来找我，我就成了全市首富失散多年被寻回的二儿子，现在反而嫌弃他，不要他了。一番说辞把不明真相的网友感动坏了，人们更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。我突然有钱，抛弃前女友，罔顾多年感情，有了新欢，这才是符合大众对富二代的人设预期。可他们没想过，我们一样的年纪，我赚不到的5万，他不到半年就赚到了，是怎么赚的？没有人深究。办公室内，清化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贪图一时享乐，走错了路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们明天就领证，好不好？林默，工作的机会我已经给你了，你说的其他的我都听不懂。不是的，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对不对？真的不怪我，都怪我朋友，是他们一直诱惑我超前消费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我就借了几千块钱，就利滚利到5万，这要是让我爸妈知道，非打死我不可。所以你就多次给我戴绿帽，为了你那点虚荣心，我给你何止1次2次的机会。从毕业后，林默的第一份工作是体面的服务行业，有钱人很多，她在同级的小姐妹里是最穷的，一直很羡慕其他小姐妹可以买一些奢侈品。每次看她气鼓鼓的回来抱怨，我也很心疼，但我们都是普通家庭，我只能劝她别太虚荣，别人钱再多也是别人的，羡慕只能给自己徒增烦恼。但是她一句也听不进去，反而是别人引诱她裸贷买货的话，她一字不落地吸收了。最后分手前的那半年，她多次劈腿，脚踩几只船。我因着校园恋情原谅了一次又一次，是真的很想跟她从校园到婚纱，可惜她不配。既然已经给了那么多次机会，为什么不能再多给一次？是不是你现在有钱了，看不上我了，还是有其他新欢了？我黑着脸不想搭理他，拿起桌上的座机电话，准备喊保安把他赶走。谁知他一手拔掉了电话线，另一只手拉着我的手，屁股直接坐进我怀里。我惊得连连后退，可他步步紧逼，甚至扯坏了自己的衣裳，
还准备来脱我的裤子。我一手拽着裤子，一手把他往外推，可从推门的位置来看，就活像一幅春宫图啊！你们来得正好，你们谢总他想非礼我。呜，我不活了！林默说着就要从窗户跳下去，有好事的想去拦，我直接挥手打断：你跳啊，真跳了，你这算自杀，我还少了一桩事。你欺负人！林默顺着窗户慢慢坐下来，呜呜地抽泣起来。审讯室内，我结合着警方的笔录，才把整件事情串联起来。这从头到尾就是个鱼死网破的局。顾呵和陈生因为筹集不到资金，眼瞅着最后期限，自己坐牢是没跑了，就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把我拉下水。他们告诉林默，如果我愿意跟他和好，那他就是谢家的二少奶奶，享不尽荣华富贵；如果我不愿意，那就把我拉下水，他们会给他一笔钱。要不说脑子是个好东西，可惜不是谁都有。上次新品发布会的事恨不得满城风雨，可林默依旧选择相信他俩。不止如此，他还没想到的是，谁家总裁办公室没有摄像头啊？还是360度无死角的那种。我把视频一提供，来龙去脉讲清楚后，当天下午就出警局。随后他们3人都被带进了看留所。1个星期后，顾呵和陈生因贪污受贿、私挪公款、偷税漏税，数罪并罚，判了有期徒刑7年。林默因谎报事实、损毁他人名誉，被拘留的15天。这15天里，我把我们从校园恋情到现在的分崩离析做了梳理，也发布到了网络上，被林默的众多情人和备胎看见，相互谩骂和指责。等他出来后的日子，怕是不好过了。只不过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半年后，我借着程思的背景后台，我重整了一遍优胜，清除了很多之前残留的家族企业的害虫，修整了生产线，大量资金注入，搞高精端的产品。新品经过改良之后，一经上市就卖出了爆款。至此，优胜这个企业在我手上扭亏为盈。父亲和哥哥看到我的成长，也放心的要把其他产业交给我，可都被我拒绝了。因为从一开始，我的梦想就是做一条躺着赚钱的咸鱼。努力了2年，我拉了多方融资，使优胜上了市，我是最大股东。实现税后收入后，我把公司交给了可靠的下属，自己则去周游世界，去看看世界，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。毕竟人到死的时候，什么物质都带不走，能带走的只有回忆。你要问我过早的摆烂会不会觉得空虚，我只能说，千万富豪儿子的生活，谁过谁说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